那间公司的营收有几十亿美元，非常厉害。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准备有办法打造一个这么强的企业，是美国前500大强的企业，累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Hello， 你好，我是 BB。我常常在我的频道里面介绍很多用吸引力法则或是假设法则显化成功的案例，我也常常会讲一些显化的小技巧。今天就要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显化法哦。这个方法是来自这本书《无形网络元素》。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觉得无形网络元素，我就一直看错，觉得他在讲网络吗？就很像一本电脑的书。但是看一看才发现，他是在讲显化。丰盛显化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连接宇宙的无形资源网，转动财富和成功的显化密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显化丰盛的话，就是要连接上宇宙的无形资讯网，就可以转动你的财富跟成功啦。我今天会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还有这个有趣的显化法。作者叫做罗伯特·薛佛德，他是美国人，然后他是个男生哦，这还蛮特别的，因为在很多显化书籍，其实作者都会是女性，因为女性对这种东西好像比较有兴趣，男生就真的比较少。这个作者是男生之外呢，他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哦。他一直以来都是会帮助一些企业家、经理人还有个人在事业上可以提高获利、加速销售，而且他协助的公司都成长飞速。像是他有帮过一个叫做蓝海软体的公司，让他从规模比较小，然后变得非常的有钱厉害。因为蓝海软体我有听过，有印象。然后这个作者的爸爸还有他的阿公也都是非常厉害的企业家。他的阿公是创立 Manpower 这间公司，这个我也有听过。总之他们全家都是蛮有钱蛮厉害的企业家。那以这样子的身份来写这种显化方面的书籍，就感觉更有说服力了。内容会觉得蛮实际的，不会觉得虚无缥缈，马上就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特别是事业上面哦。他一开始呢介绍说，他跟他的阿公在聊天，因为他阿公就是 Manpower 这间公司的创办人。那间公司的营收有几十亿美元，非常厉害。他就跟他的阿公聊说，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准备有办法打造一个这么强的企业，是美国前500大强的企业，累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他的阿公就告诉他说，他用了哪些策略啊、手法啊、思维啊，去创办这间公司。但是呢，有一个元素却是关键哦，而且是很少人知道的关键。他就取名叫做第11元素。于是呢，这个作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31岁的时候，他也成为了百万富翁。但是后来他又搞砸他的事业，失去了所有，又从零开始。那他从零开始之后呢，他又开始认真的应用他爷爷教他的一些策略啊跟内容，重新打造他的事业。结果就一飞冲天，他就变得真的很有钱，也到达了人生的高峰。到底什么是第11元素啊？第11元素也就是无形网络元素。我就用比较口语的说法，就是人跟人之间都是有无形的网络在连接着我们的，就是集体潜意识。就好像有时候你想到某一个人，他就打电话来了，或者是你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家人就带回来了，你都以为那只是巧合，但事实上不是巧合，因为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都是连接的，就跟我们真实生活中的网络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常常想的东西其实都会发散到这个无形网络里面，别人的潜意识呢就会接收这些讯息，如果他有办法回应你，他就会回应你，就是用一些共识性啊，或者是很神奇的方法来回应你的要求。就例如说，你现在事业上你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好了，你想要招聘新的员工好了，你就可以把这个讯息散播到无形网络里面，适合的员工他就会自己出现了。他可能会应征啊，或者是打来问啊，或者是你朋友的朋友就刚好认识一个人是你需要的人。作者呢，他说他会跟内在的执行长沟通。内在的执行长其实就是你的高我，你也可以说宇宙啊，或者是上帝啊、神啊这样子。有在修灵性的人可能就会用高我来称呼。那因为作者是一个男生，而且他是一个企业家吧，他可能觉得用高我这个词太虚无缥缈了，所以他就说内在执行长。你的内在执行长就好像一间公司的大老板一样，你的小我就是他的员工。有的时候大老板会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散发一些讯号给这个小我，小我就会去实行这些目标，采取行动。所以内在执行长或者说高我，他比较像是一个指挥的角色，而且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可以看得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是看不到太远的未来这样子。
内在执行长也是比较有智慧的因为有时候小我的一些要求都是蛮无理取闹或是蛮不合理，可是内在执行长他就是一个很成熟有智慧的人他做的决策都是对的，都是为了我们好这样子。所以呢，作者他常常在事业上遇到一些困难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的内在执行长沟通。那他沟通的方式非常有趣哦，就是呢，他会写好一个 proposal， 非常非常正式的公文给自己的内在执行长。你有写过 proposal 吗？就很像是一个企划书啦，对，企划书。假设你今天有个 idea， 你想要跟你的老板讲，那通常你要写一个很正式的企划书给他看。好，举例来说，亲爱的内在执行长，我今天写信来是想跟你聊聊我们全新的品牌策略研发。你也知道，我们最近正在重新定位公司啊，我们想要加强我们的行销，所以我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品牌策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评价市场上面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想请你亲自出马，或者是你也可以指引我找到可以用的人才、点子、资源、技术、策略等等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批准，也希望能够尽快达成目标，最好是在3个月内达成。以上就是我想要的结果，请你帮我实现，或者是让我有更好的结果，然后就签名。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份非常正式的公文。他说他跟自己的内在执行长沟通的时候，都会写这样子的文章哦。他会写在电脑里面，而且会一直反复的修改，改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就很像你真的要交给老板一样，你不会只写第一次就交给他了，你一定会润饰很多次，然后反复修改，看过很多次才给老板看。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它印下来，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当作是寄出去了。这样子做是有个仪式感，就是非常正式，要把公文给老板看了。其实我常常在讲一些显化法的时候，我都是很推荐用手写，例如说感恩日记啊，或是未来日记啊，用手写的能量会比较大。不过这个方法呢，它讲的是在电脑上面写，因为要反复的修改，所以用电脑写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我前几天就有试过这个方法，因为我最近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烦恼、小小的疑问，然后我也一直很想要跟我的高我沟通。我就真的用 Google Document， 然后就开始写给我的内在执行长。我就照他的格式这样写，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它可以让我的思绪更清楚。因为如果我只是躺在那边，然后烦恼啊、胡思乱想啊，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有时候思绪真的是很混乱。等我写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思绪清楚多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希望高我帮我些什么。写完之后，我也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因为好像真的有人听见我的烦恼了这样子，我的高我一定听见了吧。然后过几天之后呢，我真的有一些灵感，就是针对我的烦恼，我就开始有一些灵感了，然后心情也觉得更愉快。所以呢，这个有趣的显化法就是写一个很正式的公文给你的内在执行长，告诉他你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你希望的解决办法。而且很重要的是，你要跟他讲说，这是以我个人有限的意识观点出发，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或者是更好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写下来的目标可能都格局太小了，那内在的执行长一定会有更好的 idea。最后，内在的执行长就会透过一连串的明示、暗示、直觉、提醒、共识性等等的方式，让你遇到该遇到的人，拥有该拥有的机会，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咯。前几集我也有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很简单的显化法，就在这里。我最近也做了一个网站，叫做 BB 的喵星人小铺，里面有一些二手书，还有我自己做的魔法支票，都可以去看看哦。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想要显化美好人生的话，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下次再见咯，拜拜。这个节目是由 BB 的喵星人小铺独家赞助播出。